我是出生在河南新乡辉县的一个农村，然后我父亲呢，其实最开始是一个国企工人，我们家最开始还蛮有钱，应该是整个村子里第一家盖那个瓦房的，当时都是土房，只有我们家瓦房。后来呢，我爸也是很励志，就是厂里面有2兄弟非要邀请他创业，他就出去创业去了，然后出去一创业，我们家就开始家道中落，就亏了很多钱。就我在没出生之前，我们家还算是村里还挺有钱，我一出生，我们家里就家道中落。就说实话，在我记事起，就来我们家里要债的人络绎不绝，就是特别是过年，每到腊月23祭灶官过小年开始，就是几乎都是来我们家里要债的。然后我爸是被逼的要自杀，甚至是直接冲到了那个这个就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公路上，直接车压死我算了。然后呢，也是因为钱经常吵架，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公司明明没有钱了，公司钱亏完了，他会想方设法把家里的钱偷偷的拿走去填这个窟窿。那我就从小其实我没见过我爸几面，我都是跟我妈2个人在家里种田，所以呢，就我妈为什么就是跟他经常吵，因为他把我们家里的粮食所有东西全能换成钱的都换成钱了，但是在我妈看来那是个无底洞。然后呢，我哥比我大10岁，我姐应该比我大11、12岁，他们就是一个早都嫁人了，农村妇女，一个是出去当兵，所以就是家里面其实在我记事开始就只有我跟我妈，所以呢，小时候我就特别爱我妈，我特别渴望能够让她过上好生活。我在这里讲2个就是一直激励我的故事吧，就很多人经常说我今天工作没有动力，我今天躺平，我今天没有动力。那我的动力来源其实就是我的母亲。当排队来要债的时候，家里面不管多穷，我每一年过年一定有新衣服穿，而我妈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因为我妈说，如果她穿新衣服了，别人会说你家里有钱买新衣服，为啥没钱还我们钱？然后在我15岁，我父亲破产，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讲，我说今年就不要给我买新衣服了。结果那一年在大年30的时候，妈给我拿了2身衣服，就那一刻我其实很生气嘛，我就跟我妈讲，我说过了不要。然后我妈就农村妇女嘛，就用河南话就讲的就是穿在儿身上比穿在妈身上比穿在妈身上更高兴，就穿在我儿子身上比穿妈身上更开心。然后呢，就是那一刻我就眼泪忍不住就要哭，我就奔出了我的那个家里，我不想让我妈看到我落泪。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我不上学了。其实我是可以继续上的，因为我姐夫说了，就是家里现在这么困难，啥都不说了，就是这个老三，我是家里老三，就是所有的学费，我不管怎么样，我砸锅卖铁我也让老三上这个学。其实我在小时候有2次辍学经历，其实这次是第2次。我在小学就已经错过1次学，小学3年级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村呢这个教学质量很差，我就去了隔壁村，然后在隔壁村呢要有一个戒毒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实现所谓的9年义务免费教育，应该是后来我长大了，我记得才实现了啊。我们那个时候我87年生人嘛，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是要交费的，特别还有戒毒费、学杂费、书本费，就每一次就我戒毒费我记得特清楚，50块钱，我们家都拿不起，每次都拖半天，就老师经常就看着我说你这学费得赶快交啊，就你想都要脸都要自尊，我说这多丢人啊。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就辍学了，我是小学3年级就准备辍学了。我当时学习成绩特别好，而且是我们班的那个班长。我的老师数学老师我记得也特清楚，一个男的，他亲自跑到我家就找我妈，说你这孩子不能说，你这孩子学习成绩这么好，当时我数学也特别好，说这孩子啥都不说，这学费啥实在不行我跟他出。就那一刻我也很感动，然后就又回去上学了。所以其实我2次辍学的经历，就这一次我是说什么我都不上。虽然我妈不识字啊，但是我妈还是，我今天想想她还是非常有智慧的，就跟我讲说，你如果不上学，你将来不能怪妈妈，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要决定好。因为我从小虽然生活在很穷的家庭里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的母亲给了我足够的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今天我们讲到一个人为什么会长大成为社会的毒瘤，在心理学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小时候被善待的孩子长大以后不会亏待这个世界，而小时候被亏待的孩子长大以后不会善待这个世界。或者说幸福的人用童年疗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在疗愈童年。就是我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挫折、磨难，我觉得我能活下来，没有抑郁，没有自杀，我觉得跟小时候妈妈给的爱给足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嘛，叫做原生家庭嘛，对吧？原生家庭的伤害嘛，就是妈妈把爱给足了。虽然小时候确实是
这个收麦子、干农活、种玉米，而且收完麦子以后，我们还得去地里面，我们叫做拾麦子，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就是别人家都把麦子收完了，我跟我妈一帮老头老太太，然后去别人家的地里面捡，就是没有收干净的麦穗，把它给放到自己筐里，然后可以拿了去换苹果，去换西瓜吃。就是大概在去年我回家的时候，还碰到了一个当年我的工友，今年已经98岁了吧，头发花白，一看到我还认出来了。说你这小时候天天跟我一起捡麦子的，这还记得。而且家里面的菜地是要靠这个人工施肥，就是我们家里面厕所的这些粪便，然后呢，我跟我妈2个人推车，推过去，然后呢，有时候会摔倒啊，泼自己身上啊。就是小时候其实我还是很多农活干，很累很辛苦。15岁辍学的时候呢，我妈就跟我讲了，说好好学习，将来找份好工作，这条路走不通了，那只能走第2条，学文手艺找份好工作。我妈就给我找了一个亲戚的修车，一个小修车店，想让我去学习修车、补轮胎、电气焊。我大概其实那个时候说周岁是15岁，其实虚岁也就14岁，因为我11月生人嘛。所以过完年以后，我就去了我亲戚的修车店里上班。那个时候我是15岁正长身体的时候，然后住在那个修车棚里，然后每天吃饭的时间都比较晚，有时候有活可能要干到这个中午，有时候2、3点、3、4点才能吃饭。但是当我去，我就干活，第一个1分钱工资没有，然后他们家管饭，然后管饭我只要吃第2碗，老板娘就瞪我就不好意思吃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瘦的是皮包骨，而且那个老板的儿子还经常欺负我。后来呢，又来了一个小孩，他们2个人联手欺负我，就给我欺负的不行的了。然后呢，但是我因为这个要学，我就觉得应该叫做隐忍吧。我妈都看不下去了，我妈是让我辞职，但是我是一个从小都很乖很懂事的人，所以我就不辞职。后来呢，就是我那个表弟，就是我妈是让他想方设法给我整回家，他是就把我骗回家的，可以这样讲。他说我有一个干爷爷，他跟我说你干爷爷死了，回家奔丧吧。我这没办法，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不让我去了，然后就把我扔到了工厂啊，一个非常小的工厂。你看我那工厂一共是就不到10个人，然后就开车床、锯床、磨床、铣床。一站就站12个小时，而且经常上夜班，条件非常恶劣，而且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工资，就是当学徒，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这样说啊，每天工作非常辛苦。我记得在那里有印象最深刻的2件事吧。第一件事就是我在学习车床的时候，因为车床就是削铁如泥的钢刀。然后在拧螺丝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这个脱了，然后呢就胳膊就划伤了，就是削铁如泥的刀给胳膊划烂了，那血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我这个表弟就更惨了，他是在开锯床，我们家设备那厂的工厂设备全是2手的嘛，他那个设备坏了，他都不会动。那时候小嘛15、16岁，他就用手去摸，然后咔嚓一下子手指头差点给他锯掉，就骨头都露出来了。然后老板说没事，给你买个创可贴。就现在想一想，你这，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也觉得不太对劲了，这拿命工作，我们1分钱工资没有，我就跟我表弟说算了，咱别干了，这太吓人了，这工作。然后就给了我们发了50块钱，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笔钱。就当我拿到那笔钱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不能当学徒工了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攒钱救我的父亲？家里面翻箱倒柜，连500块都找不到，就亲戚朋友的钱都借完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我们。后来呢，我想着还是去工地上班吧，我就去了我姐夫的工地做钢筋工啊，修桥、盖房子。那个工作那真的是太苦了，每天吃的跟猪食一样，从来没吃饱过。然后呢，这个每天工作就特别辛苦，条件特别恶劣，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每天晚上不能睡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就是跟那一帮农民工睡在地板上，那这蚊子这个热的不行的了。所以呢，我就干嘛呢？我就拿个凉席去到广场睡觉，广场很凉快嘛，露天的，但是呢有蚊子咬。就当时我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10点多钟就去拿凉席睡觉，一直咬蚊子，一直咬到凌晨4点半，然后蚊子都睡觉了，我才能睡觉，睡2小时就开工了，7点多就要开工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辛苦，但是呢干了2个月赚了400多块钱，然后呢本来还可以继续干下去，结果就别人羞辱我嘛，我就跟别人打了一架，打完那个架以后呢，我就回家了。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从我们那个市区新乡市坐车回到我那个小村庄。当时农村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所谓的这种进烧麦秆，当时是只要收完玉米，漫天的全是烟，农村都在焚烧嘛，焚烧那个麦秆嘛。我那天还拉肚子，然后那种漫天那种烟，我就一路在走啊，我要走将近40多分钟才能走到家，因为公车只到我那个县城边上。然后我真的是特别痛苦，特别难受，我觉得我人生我都不想活了，我真不想活了，我觉得我太痛苦了，太难受了，还被人羞辱，然后兜里1分钱没有，就姐夫给了我2块钱坐公车的钱，然后我一个人回家。但是当我见到母亲的那一刹那，我就一下子心就
就安定下来。当我看到我母亲已经像半年没见了嘛，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那么长时间，一下子那种就是河南人很含蓄啊，也不会说拥抱啊，说我爱你，但是就是看到母亲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就那种负面的念头和情绪就全部都释放完了。我为了我妈也要好好活呀，当时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信念。后来我妈又给我找工作，说你这样吧，还是不行，你还是不能在工地，你还是得学门手艺，就让我去学厨师去了，学厨师学帮厨做烩面做面筋，然后也是每天忙到凌晨12点多1点多，然后呢第二天5点多就要起床出早摊做早市，然后我们要忙到客人把饭吃完大概要10点半才能吃饭。你想想第一天忙到凌晨1点半，第二天5点多能起床，那得饿成啥样啊，太饿了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看到有人偷吃小笼包，我也实在饿不住了，我也偷吃，结果人家偷吃没事，我一偷吃就被抓到了，然后就给我开除了。后来就这个还是去工地，然后呢就是这个快过年了，这一年故事差不多讲完了，就是去又跟我姐夫干，然后呢换了个工地，架高楼啊，在高楼里做钢筋工，就是站在几十米上百米高的那个地方，那看其实腿都哆嗦啊，但是你为了赚钱你就得在那边施工。第2年的时候呢，我妈就说你这个姐夫的工资太低了，一天才15块钱，你跟你哥干吧。我哥当时也是农民工，从部队里转业回来，也没有分配工作，就是在工地里架高压线，工资高一点，给我17块钱。所以我第2年我就是16岁的时候就是去了工地，然后呢干了一整年架高压线，那个工作非常危险。我干的第1个月就有我们一个工友在那个水泥杆上，然后呢就是那个脚拐嘛，上去掉下来了100多米，不是100多米，几十米吧。然后说实话这种就是挺吓人，这是第1个事故。那时候16岁，那一年特别累特别辛苦，但是那年吃得好，因为跟四川人在一起工作，四川人吃得好，说实话比在家里吃的都好。但是呢全是辣椒，我辣的都不行了，满嘴是泡。但是呢后来就习惯了嘛。然后那一年就第2个事故是什么呢？就是对我帮助最大的那个工友啊，我记得挺清楚，姓史。就是我们是这个杆在地上，我们要把这个杆拉上来，然后那个用钢筋绳绑着这个杆拉，然后钢筋绳出现事故，然后一下子就整个人就缠着他的脖子，一下子就死了。就这还是很危险，而且我自己也出现过很多的危险。我当时工资只有17块钱嘛，然后呢我也想赚，就是我们如果上高空作业的话，就是最高的工资可以给到45，如果我当学徒我可以赚到35，所以我就尝试想多赚一点，就是高空作业了一段时间。然后高空作业的时候也是特别吓人，有一次就差点掉下来，就安全带没拴好，然后呢我就再也不敢上高了，因为我当时想到就是我如果出现意外，那我妈怎么活呀？我就宁可在地上赚17块钱。这是第1次。第2次是什么呢？有一次我们是在山上，就是我们架高压线，除了架那种水泥杆，我们架的最多的其实是你们能看得到那种铁塔那种杆，那种就是在山上的高压线。去了以后特别的难，就是我们先爬上山，从山上扔一颗钢丝绳下来，然后拴着山顶的一棵树，我们一手抓着钢丝绳，一手把那个建铁塔的材料要背上山。那我那个时候只有16啊，瘦的皮包骨根本背都背不动，然后呢就背不动的话就要被开除，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这样讲是求人家工头说你这样我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不用你干活，然后每天还给你多加10块。我一听开心坏了，结果到他晚上才知道啥工作，你知道吗？看工地，就是我们把建筑材料装上山的时候人走了，但是那个材料不还在山上吗？万一丢了呢？他得需要一个人看。我16岁让我看工地，那什么概念？我当时想的还挺简单，这多好啊！这什么活不用干就在那做了就行，一天多10块钱。而且我想的也很简单，就是晚上如果下雨了怎么办？有工棚，我就把工棚一蒙头就行了。当时我就这么想，但是那天晚上就真下雨了，我把那个棚蒙到头上，结果发现那个雨就顺着地质就流进来了，被子东西全湿了。而且你蒙的头是不会呼吸的，因为那是防水的那个布嘛，你就必须用手撑着才能够有空间呼吸。你撑一会儿行，你撑半小时能行吗？不行，怎么办呢？我就想找个树枝支撑起来，因为没人教我搭工棚，找个树枝。结果在山上黑天黑地的摸，在地上找了半小时才找到一个这么长的树枝，然后就在山上，你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就是油布纸蒙着，拿个小棍儿支着，然后但是身下其实全是水，因为水全淌进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不应。我当时哇哇哭，我的那个头上其实就是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当时就不想活了，就想自杀。这人活着有啥意思啊？太痛苦了，这还活啥活？而且其实挺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荒郊野岭，你说能不害怕吗？一个人就一个手电筒，那时候没手机，我当时我就不想活了，方圆没有人，对面就是几座孤坟，害不害怕？然后第2天我就想自杀，而且第2天还有一个机会，第2天呢我就晒被子嘛，我被子而且第2天还得挨饿，每天他们9、10点钟到了给我送个早餐，中午他们回去休息2、3点钟才给我送个午餐，天天吃凉的，而且那是天特别热，那个有一帮小孩上山了，我这小孩上山干啥呢？然后一看那有个水库，他们去水库洗澡去了，就在农村其实这种挺常见啊。然后他们那帮小孩走了以后，我当时就想，我也热呀，我热的不行的了，那大太阳晒着，然后我刚学会那个工友给我搭了个简易的工棚，但是还是太晒了，我就想去洗澡。然
然后我去了以后，我发现那个水库真的是应该有30多米，然后我就想，这掉进去死了，真没人知道啊，一个人都没有，在山上，他们都走了。那我又一想，我昨天晚上都不想活了，我还怕死吗？开什么玩笑？我咔就跳进去了。然后跳进去以后呢，但是我是稍微会点游泳，小时候学过，然后就扒着那个就是那个边儿。然后后来我又一想，本来我想游，但是我又一想不行，为啥呢？因为我妈一个人在家里为了这个维持这个家，除了种几亩田以外，还在我们那里铜车厂上班。我们农村有一个厂叫铜车厂，他是个喷漆工人，喷漆连口罩都没戴过。然后呢，有时候喷的那个漆擤鼻涕出来都是红的、绿的、蓝，对身体伤害特别大。然后我妈又不识字，打农药，有一次农药中毒，就是给那个玉米打农药的时候，那个顶风吹过来，农药中毒，那次也差点不在。而且他扁桃体还做过手术，反正就是身体不好，甲状腺做过手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万一死了怎么办？我就不想自杀了。然后我就从水里又出来，就是在工地那一年，其实还是受了很多苦，就真的是我再说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冬天的时候在架高压线，这个我们是在地里架高压线，农民刚浇完地，那个地是特别湿的，我们每个人都穿着胶鞋，但是呢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工友在架高压线的时候呢，一下子把那个冰窟窿给踩碎了，然后就陷进去了，陷进去以后呢，那个水就全灌到这个胶鞋里了，然后他就没法工作了，就出来了，然后呢又换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应该有2个人吧，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来就实在没人可派了，就派我去了，然后我就去，我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踩到冰窟窿里了，然后胶鞋所有的水全灌满胶鞋，然后我就上岸，脱都脱不掉，因为那个水在胶鞋里的吸力是非常大的，我一个人在那脱了将近20多分钟的鞋没脱掉，后来是我工友帮忙才把那个鞋给我脱掉，然后脱掉以后呢，那里冷到什么程度？你们可以想想，将近也零下10几度应该是有的。我们要等到那趟线架完，我们所有的10几个农民工坐的车一起回去，我要在那儿等那一次，我估计应该等了1个多小时。你想想那个腿得冻到什么程度？那都快冻麻了，冻木了，都冻得没有知觉了。然后特别是好不容易要出发了，觉得挺好，结果更残忍的事情来了。当你坐上车，因为我们那个车你们应该能理解，农民工坐的车应该都是露天的啊，露敞篷的，那风呜呜往里刮，那腿冻得我的妈呀，那钻心的疼啊。然后就又开了半小时，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们住在供电站的2楼，我记得特清楚。我们下了车，赶快我就往上跑，把裤子脱了，然后换棉裤，那真的是冻得撕心裂肺，10几岁的孩子，而且那个时候我傻，现在想想挺傻，就是那2个工友的腿都那个啥了吗？都出问题，都掉水里了嘛。他们就拿着火机找了一帮柴火，把那火点着了。我的话跟他们不熟，我就不好意思去，我的妈，人家那烤火烤半小时，我这冻半小时，所以当时现在想想挺笨的。然后所以现在我为什么你看我今天又穿棉裤，那天直播粉丝说了你穿棉裤，就是因为腿冷，受过寒嘛。然后在那一年我不跟农民工交流，因为我觉得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我只跟谁交流你知道吗？我要不就是我们的工头，要不就是供电站的我们的上游，就指挥我们的官员，还有就是老板招了个司机，那个司机以前是个大老板，后来是破产了，没办法才给我们老板来开车。就是我接触的全是这样的，我就问他，就是比如说那个供电局的那个官员，您是怎么成功的？然后我当时我就照顾别人，给别人端茶倒水，然后挤牙膏挤牙刷，给别人端好洗脚水，然后他们领导特别喜欢我，就给我讲，包括我们那个老板的那个司机，我就问他，您当年是怎么赚到几百万？我讲讲。然后包括我们那个工头，我就问他，我说你看咱老板这么牛，开的小轿车，拿的是冰红茶，就是我第一次见我们老板，给我震撼的一塌糊涂，就开的小轿车，咱现在那个时候就也不懂车，就小轿车，我一看，我农村哪见过这车？而且第一天来视察工地，手上掂的是冰红茶，第2天视察工地，手上掂的是绿茶，就那个时候绿茶的广告和冰红茶的广告满天都是嘛，我喝都没喝过，我第一次喝冰红茶，我第一次喝那个绿茶都是我表弟不知道在哪整了一瓶，然后给我喝了一半给我喝，我一喝我说这肯定是假的，你这糖水吧，你这不对啊，他说这绿茶真的，就是觉得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就问那个工头，我们老板是怎么成功的？他就跟我讲，我们老板曾经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刚开始就是跟你一样，一天赚17块钱，在下面干活，后来架高压线跑到上面高空作业，一天赚40、50，再后来就变成小包工头啊，再后来就变成大老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这样。我当时升起的第一个梦想啊，不对，我在修车厂的时候，第一个梦想就是当年赚到学会技术以后开一个修车店。后来进了工厂，梦想就是开个这个小工厂。到了这儿，我就想我要当老板，我要向我这个老板学习。当时就这个想法，就是一直在变嘛。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在工地的时候啊，突然脑子里冒出一条东西，那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穷人靠脖子以下赚钱，出卖劳动力；富人靠脖子以上。我不知道这个念头从哪来的，可能是来自于《故事会》这本书，因为我当时看工地无聊，就经常看故事会那时候。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我要学习，我不能在人生里干，如果再来干，我宁可死，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当时还在想我去做什么呢？我要不去演戏吧，当明星。当时那个什么超级女声啥的都挺火，我要当明星。然后后来我一想，这东西太不落地了，太飘了，太虚无缥缈了。就学点有用的技术吧。还有一次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平常是不跟那帮工地那些农民工在一起吃饭的，但是那一次鬼使神差的，我没有在外面吃，我反而是跟那些农民工一样，来到了我们的宿舍，看着电视吃饭。电视里河南都市频道播放了一条广告，叫每一个人都是舞台上的主角，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那个角色。也就是说，你是个刀马旦，结果你演了个小生，所以你就觉得很不爽。我那个广告对我影响特别大，真的就仿佛是一种，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启示。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你看我小学，我中学，我都是孩子王，我带了一帮小孩，孩子王。然后呢，老师也夸我，各方面也好。结果到这儿以后，我这所有人都看不起我，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么干，连我这个亲戚都鄙视我，都谩骂我。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的轨道。这不是我要演的角色，然后我就准备好了，第2年我不来工地了，我一定要去学习。但是我没跟任何人讲。我回到家以后呢，也就把钱我赚了4300那年。第1年我一共也就赚了，应该是不到800块钱。第2年是赚了4300块，因为我从过完正月15、16啊，过完初8就出去干，一直干到腊月23。然后我把钱给到我妈以后呢，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我去赶集会，看到一帮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发传单，那传单印得很高大上，那个时候看就很高大上。第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改变人生。河南省方圆电脑学校，然后那个就是学习电脑，学习网页3剑客啊，学习这个 Word， 所以学习 Excel。那传单我一看，我太牛了。然后人家就是我们农村人，人家穿西服打领带，这一看就觉得跟像电视里走出来的人一样，没见过对吧？学费多少钱？4300，包分配。我的妈！我一听，我说这不这老天爷给我安排了吗？我就跟我妈讲，我说我要去学习。我妈说你学了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不还是回工地吗？在工地里好好干，对吧？再干几年，妈把房子给你修一修，再干几年给你讨个老婆回来，对吧？人生就是这样。我说我不行，我必须要去学习。我就把那个钱，因为我知道我妈把钱藏哪了，我就把钱偷出来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偷钱，第一次忤逆我妈的意思，就去报名了。报完名以后，我就失踪了，我就去学校住了，17了嘛，就去学习电脑学校，在我们城市。然后呢，白天上课，晚上兼职打工。我找了一个网管的工作，管吃管住，然后呢给200块钱。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很拼搏了。我那个时候每天大概只能睡4、5个小时，因为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当网管。所以这里说的4、5个小时，其实都是那种一会儿睡一会儿，一会儿睡一会儿，就是一般到12点多人少了嘛，但是你还是得还有人来，或者是网管死机了啊，这种。所以那个时候就大概是这样的，1年的时间学习提升，然后呢毕业以后我就准备去找工作。我们学校带我们去新乡电脑城面试，然后那个老板呢就一直就我到那个学校以后，我就又如鱼得水了。我到那个学校以后，刚开始是学习那个文体部主任，后来是学生会主席，然后呢在学校风靡万千少女，后来就在学校如鱼得水嘛，那一年就混得特别好。然后呢学校安排工作的时候呢，就到了那个电脑城就问你们来干嘛来了？我们的学生们都不敢说话。那我不是到学校当老大爷不定风头了吗？然后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小品，然后第一次晚会，所有的活动都是我带头举办的。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让他看扁我们，我就说了一句话啊，我说我们来随便看看。就我认为这句话没毛病啊，他就觉得我态度不好，然后你随便看看，那你走吧，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指名道姓，就周文强不要，其他的全安排，就是全校都包分配了，到我这儿就不包了。然后这个当时我记得那次那个场景我还是很震撼的啊。我们学校在2楼，我站在2楼教室，然后我们学校下雪，下鹅毛大雪，那个电脑城面包车来了，要接我们同学去上学，有男生有女生，他们都不走，说跟校长说不给周文强安排工作我们都不去。其实我很感动，但是我不能够因为我是工作过的人，他们可能很多人压根都是小孩嘛，但是我是出去工作过的人，我知道一份工作有多重要。所以我当时就骂他们啊，就把他们就骂一顿。我说你们滚，赶快去上班，就反正就骂得很难听的样子，就意思就是跟你们断绝关系，就一路输出。把骂完以后，然后他们就上车去电脑城工作了。我就一直强忍着泪水，一定不要流下来。然后等到那个车走的时候，然后我一个人站在那个2楼的楼顶，我眼泪哗就下来了。然后不光安排工作了嘛，没有工作了，我就只能自己去找工作了。我曾经在学校救过一个人，我从小很喜欢救人，反正我从小挺善良的。然后呢，有一次我是在那儿就是跟其他同学这个聊天，有一个女的在打电话，把电话摔了，摔完以后就要跳楼，我就想都没想，我直接扑过去，摁到就是抓了她的腿，把她给捞上来了。然后这个女的呢，也是我同学，比我高一届。然后呢，
我救了他一条命嘛，他就认了我做干弟弟。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同学都惊呆了嘛，他说我差点把自己给带下去。她的男朋友在洛阳当兵，她的男朋友在洛阳经常在一个电脑城叫世纪电脑城，然后采购电脑帮助军区。他在那个电脑城认识一个销售，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要不你去洛阳。一说去洛阳我很兴奋，因为洛阳我太喜欢，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嘛，不是我今天喜欢历史。洛阳13朝古都，这真是太好了。我说我去，然后就是我这个姐给我介绍的，我去了洛阳。但是我以为会去了以后都安排好，其实并没有。去了以后就是别人告诉我，这是电脑城，在这里找工作，这里有贴工作的那公告栏，然后这个村房子很便宜，你去吧。然后我就2个人嘛，我带了一个同学嘛，然后第一天住大通铺，然后我就忽悠那个同学不要睡觉嘛，看着嘛，然后第2天我们就去找房子，找到房子以后，那个同学说我身份证没带，回家了，一回再也没回来，就把我一个人扔在洛阳。我就在洛阳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啊。我讲到这儿，我再插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不是这个时候我去洛阳之前，我不还在做网管吗？我要提出来我要辞职，我要去洛阳了，我那个老板非常生气，说你为什么不提前说？你提前说我还能提前找人啊，但是我不能提前说，我提前说他肯定会修理我的，不给我发工资，不让我吃，不让我住，我怎么办？所以当时我老板是扣着我的行李不给我，而且扣我工资不给我，我真的是在那求了别人半小时，就差给别人跪下了，别人才把铺盖卷给我从网吧直接扔出来了，然后把钱甩到地上，就是正常是给我200，但是他只给了我100，扣了我1个月，扣了我半个月工资嘛，然后甩到地上，然后我就捡起那个钱，我也没想过找父母要1分钱。后来我朋友主动借了我350，然后加上那100块，我是450块闯天下走到今天，啊，那一年应该18岁，啊，上完学了嘛，18岁，然后就去洛阳找工作，然后就在洛阳卖 MP3 的时候，就看到了《穷爸富爸爸》，从此人生就完全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轨道。如果你今天正在经历磨难，想想15岁的周文强、16岁的周文强和17岁的周文强，那个时候的我也经历很大的痛苦和磨难和挑战，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战胜那些磨难，就是因为第一，我找到了我的原动力，我的原动力就是我的母亲，我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去报答我的母亲，让我的母亲过上好生活，所以是这种动力支撑着那个15、16岁的周文强人生的最低谷，然后从一个普通的工地农民工被人看不起、被人谩骂、被人打等等的这种事情里面，他都能够走向阳光、走向乐观、走向成功。我觉得是母亲给了我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孝道的力量。我经常讲把人生比成一棵树，父母就是我们的根，我们想让这个树开花结果，一定要往根上浇水和施肥，所以我链接到了这个根，所以我拿到了能量。我觉得这是我当时能够突破困难的第一步。那第2个就是什么呢？我看了很多励志类的书籍，我相信今天我不成功不代表我未来的成功，或者说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失败，只有暂时停止成功，只有放弃，只有放弃的才是失败。我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我会不停的去生发出更大的梦想。我当年第一份工作在一个修车厂里工作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将来像我的老板一样开一个小的修车铺，但是当我在这个工作经历了失败，我走的时候我去到了一个小工厂，那我的梦想就变成了我也要像我这个老板一样开一个小工厂。我后来又因为一些挫折离开了，我去到了工地，那我的梦想就变成了我要像我的老板一样将来成为一个包工头。我一直在让自己的梦想不断的升级。换句话讲，就是我不认为我失败了，我认为我是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频率、新的境界。那第3个点就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磨难，那一定要换圈子、换地方。就像我看到那个公益广告一样，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舞台上的主角。你今天是个刀马旦，你非要唱小生，所以你才会感觉那么不爽。所以你应该找到属于你那个角色。工地不是我的舞台，我就重新进入了学校。如果我没有去拿那4300块钱报课去学习，像现在的我可能还在工地。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当年我的那些工友今天还在那些工地上消费，因为我哥哥一直在那里工作。后来我成功以后把我哥哥叫到了我身边，我就问他那些工友还在吗？那些工友还在。他干了一辈子，那就是因为换环境换圈子才有可能改变我的命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当年愿意倾其所有拿我的钱出来学习，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你们也应该拿钱，愿意花钱去学习，愿意花钱换圈子，那就是要不停的换工作、换行业、换地域，直到找到你最热爱的那个轨道。当你找到最热爱的那个轨道的时候，你能够把你的天赋发挥到极致。你热爱它，你做这件事就有能量；你不热爱它，你做的这件事就是你的消耗。我还是那句话，如果饺子不去拍动画片，如果周星驰不去拍电影，如果周杰伦不去搞音乐，他可能都是普通。
包括周老师，如果不去做培训，我可能也是陪同的。所以你要不停的换，不停的换，不停的换，直到找到你那个最热爱的、最擅长的、你认为最有意义的那个事儿，那个事儿就是你的轨道，你将无所不能。这就是我的学生为什么很多人会跟我学习，很快的能够实现一些财富上的倍增。为什么？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会按照我的这套思维路径，不停的换工作、换行业，直到找到那个最热爱的位置。而很多老师，他的学生穷得很稳定，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的学生学了课就是为了把现有的那个事做好。那现有那个事如果不是你热爱的，不是你擅长的，你每天做那件事就像坐牢一样，那你还做下去，再做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你为了责任而去做，责任等于消耗；你为了爱，你为了热爱去做，那才是你。所以不停的换，不停的换，不停的换。我换了26份工作，横跨12个行业，跑了最少超过35个城市，然后才找到了最热爱、最擅长，然后最有天赋的那个赛道，我才拥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所以我的学生能够拿到结果，也是我让他们不停的换行业、换轨道。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这是在找人生方向，这是一种人生阅历啊！而且我不觉得我找了20份工作这是一份浪费。就今天换过头来再想一想啊，如果我没有做过那26份工作、那12个行业，我怎么可能去辅导我的学生呢？今天我的很多学生各个行业我都能对答如流去帮他解决问题，就是因为我都做过。所以换句话讲，我觉得我走的那些弯路，我不认为那是弯路。那26份工作就是为我今天做的这件事做一个很大的铺垫。